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今天来聊聊财富。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意味着财富正在向你招手。如果你选择忽视它，那么你可能就会错失让金钱主动靠近你的机会。你应该做的是仔细聆听，点个赞，然后评论一句劫财守财，这样财富就会自然而然地来到你的门前。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金钱作为人类社会交换的核心媒介，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从古代的物交换到现代的货币经济，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工具，更是承载了深厚文化意义的符号。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财富的积累与流转始终影响着个人命运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文化中，金钱与权力、道德、命运等因素紧密相连，成为了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金钱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物质财富的层面，它与人的德行、社会责任乃至天命的关系深刻交织。自古以来，关于财富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还融入了哲学、伦理，甚至宗教的范畴。古人对金钱的观念往往受到天道与因果思想的影响，认为财富的得失有时并非完全由个人努力决定，而是天命的安排。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财富的积累不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也常常被视为天命和道德的双重反应。在这一传统背景下，金钱不单纯是生活的工具，它也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象征。财富的积累意味着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可能意味着对社会、家庭乃至国家的责任。然而，财富的使用却是一个复杂的道德命题。如何获取财富，如何使用财富，以及如何理解财富的意义，常常成为人们反思和辩论的焦点。特别是在古代儒家思想中，金钱并不是唯一的追求目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社会的和谐秩序以及个体的内在修养才是更为重要的层面。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背景，我们能够深入理解金钱的双重性，它既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道德的考量。财富可以为个人带来物质上的享受，但也可能因为不当使用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金钱与命运、道德和天道的关系，成为了古人对于财富的核心思考之一。人们常常认为，财富不仅是一种物质的积累，更是命运的一部分，甚至是天意的体现。对于如何获得财富，如何善用财富，中国古代思想早已有了明确的阐述，而这些智慧在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对金钱本质的探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财富的社会功能，还能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对财富的看法与态度。金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交换功能，它反映了人类对命运的认知，对道德的追求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此，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金钱的多重含义，并思考如何平衡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金钱的自行和含义是理解其在中国文化中深厚象征意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我们从金字和钱字的形态与字义出发，能够窥见中国古人对财富的多层次解读与认知。首先，字形本身就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金字最早源于甲骨文，最初是指金属，尤其是指黄金。金属在人类早期的社会中，因其稀有和耐久性，成为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金字的形态中有一个金字旁，这个字旁代表了金属的材质，而金本身是由一个代表器物的金字与一个代表器的部分组成，象征着金属不仅是物质的载体，也具有某种特殊的力量，仿佛是天地赋予的一种神秘能量。因此，黄金象征着天命、权力与神圣，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中最高价值的物质。与金字相关的钱字则更具象征性。在甲骨文中，钱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金字旁，代表其本质是金属；另一部分是戈字，表示战争和武器。早期的钱并非现在意义上的货币，而是具有杀伤力的兵器，如刀臂和剑臂等。这一字形的组合，意味着财富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权力、斗争与暴力。它提醒我们，金钱并非单纯的象征物质的丰盈，它与战争、权力的交织，反映了金钱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深刻角色。钱字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财富，它也与人们的行为和心态紧密相连。在古代中国，获得财富的方式有时充满了道德争议。金钱的积累往往伴随着道德抉择，人们如何看待金钱，如何通过财富来维护家庭、国家的和谐，成为社会伦理的重要议题。因此，金钱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它也常常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此外，在古代文学和哲学中，金钱常常是财富、命运与道德的交织体。在《周易》中，关于金的象征意义曾有过深刻阐述。金象征着刚强与不屈，代表着一种永恒与不变的力量。而钱的使用，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活需求，更是对个人与家庭命运的掌控。古人认为，金钱的得与失，并非完全是外部环境决定的，而是与个人的德行、社会责任和天命紧密相连。金钱能够显现出一个人的品性，甚至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种文化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至今依然存在。在现代社会中，金钱的字形和字义传承下来的，不仅是一个经济工具的象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对道德与责任的深刻理解。从金字旁到钱的构成，可以看出，金钱的背后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历史、文化、道德与命运的交织。它不断提醒我们，财富的使用需要经过深思熟虑，
不能单纯依赖物质的积累，而要关注其背后的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张说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哲学家，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用钱哲学，这一思想对于理解金钱与个人道德、社会责任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张说的思想体系中，金钱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它更是人性、道德与社会行为的试金石。张说强调，金钱的使用要有度，尤其要避免过度追求财富而丧失道德。他曾在《劝学篇》中提到，富贵荣华皆为身外之物，切勿因之迷失本心。这句话表明，他认为财富虽然重要，但并非人生的最终目标。财富的获得不应成为个人奋斗的唯一动机，而是应当通过正当手段、诚实劳动来积累。他提倡人们要通过不断的修身养性与自我完善，来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避免让金钱成为摧毁个人道德与理性的一种力量。在张说的眼中，金钱的获取和使用必须与个人的道德操守、社会的责任感相契合。他强调，拥有财富的人应当怀有责任心，要运用这些财富造福他人、报效社会，而非一味享乐、挥霍无度。他提到，钱财不过是身外物，所依赖的还是德行与义气，富贵不可贪恋，贫贱不可轻视。从这一点来看，张说的用钱哲学并非排斥财富的积累，而是主张将财富视为一种工具，利用它来帮助他人、回馈社会，而不是沉迷于物质享乐中。张说还特别强调，金钱本身并不具备善恶之分，关键在于使用者的心态和行为。金钱在被道德和责任正确引导的情况下，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修养的重要工具。反之，如果不加节制，迷失于金钱的诱惑中，那么财富便会成为灾难的根源。因此，金钱的使用绝非无所顾忌，而是要与人的内在修养和社会责任相结合。张说提到，富贵之路须由德而来，有德之人自能善用金钱。他认为，金钱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成为个人享乐的工具。他提到，君子有德，必能得财，得财之后必能行善。这一观点强调，金钱的积累应该与个人道德的提升相辅相成，财富并非目的，而是途径，是通过财富实现个人使命、社会责任的一种手段。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张说强调的是一个全面的生活观，认为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行为必须协调一致，只有这样，金钱的获得和使用才能最终造福于个人、家庭和社会。他还通过大量的历史与哲学论证，指出那些过度追求金钱、心灵空虚的人，往往会陷入无尽的痛苦与困境。张说的用钱哲学中，深刻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挑战。那些迷失在财富追逐中的人，往往忽视了金钱带来的短暂享乐和内心的空虚，而忽略了更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
相反，只有将金钱与道德、智慧、社会责任紧密结合的人，才能真正拥有财富，并能利用财富实现更广阔的人生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张说的用钱哲学不仅仅是对财富的使用原则，更是对人性和道德的一种反思与警示。他警告世人，财富不应成为生活的全部，个人的德行与责任感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金钱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如何通过它来实现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和谐。因此，金钱的获得与使用应当是有原则、有节制、有责任的。只有在正确的道德框架下，金钱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和个人进步的正能量。在张说的用钱哲学中，他进一步探讨了金钱与命运之间的关系。张说并不将金钱视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而是认为它只是命运的一个表现或工具。金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其社会地位和机会，但并不能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张说强调，命运的主导因素依然是个人的德行与努力，而金钱则只是这过程中一个外在的助力或障碍。在张说看来，金钱和命运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链条，而是充满了相互交织与复杂的动态平衡。他认为，命运并非完全由物质条件决定，也不全是命运的安排所能左右的。许多人以为金钱能够改变命运，因而追逐财富，为钱而活，但这种过于依赖金钱的态度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困扰与迷茫。张说曾说，富贵乃身外物，命运更由德行定。他用这一句话明确了金钱与命运的关系。金钱虽然能够为人生带来一定的便利与机遇，但它并不能支配人的真正命运。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金钱确实对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人通过财富的积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机会，这一点无可否认。金钱可以改善物质条件，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个人创造了有利的命运环境。然而，张说始终强调，命运的根本掌控者不是金钱，而是个人的行为、思想和品德。他认为，命运最终会根据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进行回应，而金钱只是这场德行与命运之变中的一个旁支。张说从哲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了金钱与命运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财富的获得和失去并不是单纯的偶然或必然。虽然一个人通过努力和智慧可能会迎来财富，但财富并不会永远伴随每个人。金钱的起伏、财富的获得与失去，常常受到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比如时运、社会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这种不确定性让人对金钱产生依赖时，也常常面临命运的不公与困扰。而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依然是个人的品德、决心与智慧。例如，张说认为，
在面对贫困时，个体应当保持自尊与节制，明白物质不是一切，而精神的富足才是人生命运的核心。贫贱之人，如果秉持正直与高尚的品德，依然能够获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相反，即便是富贵者，如果没有内在的德行，金钱和地位也可能会使其堕落，最终丧失真正的命运控制权。因此，金钱只是命运中的一个环节，真正能够塑造命运的是个人的行动与道德选择。在这一思想框架下，张说告诫人们，不要将金钱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也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财富的积累上。他提醒大家，命运的真正主人是个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轨迹。财富的得失虽然会影响一时的生活，但不能决定人生的最终方向。真正的命运是由个人的德行、智慧、社会责任和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所决定的。张说的用钱哲学实际上也在反思当时社会普遍对财富的依赖与崇拜。他指出，许多追逐财富的人陷入了一个误区，认为金钱能够决定一切，甚至以为财富可以填补内心的空虚。然而，这样的追求往往导致他们迷失方向，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实践。张说提倡的是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来真正实现个人命运的掌控，而非单纯依赖金钱作为成功的标志。从张说的哲学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金钱并非命运的主宰，而是命运的工具。它的作用和价值是依赖于如何使用它的人的道德品质和智慧。一个拥有德性的人，能够在任何环境中把握自己的命运，而金钱的得失只是外在的、偶然的因素。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是内在的精神力量和对自我命运的主导能力。因此，张说通过用钱哲学的视角，告诫人们不要被金钱所迷惑，要学会用金钱服务于个人的修养与社会责任，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稳健且有意义的命运。在张说的哲学体系中，天道与财富的流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他认为，财富的流动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更是天道在现实世界中的体现。天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法则和力量，具备着一种深刻的内在秩序，决定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张说认为，财富的积累和流动正是这一天道的具体体现。符合天道的规律，财富就能在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反之，则会遭遇阻滞与消耗。张说通过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提出财富的流动犹如水流一样，既要有源头，也需要出口，不能停滞不前。水流必须顺着地势低洼的地方流动，才能保持其活力和清洁。相似的，财富也应当在社会中流动，通过合理的渠道向有需要的地方流入，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资源的浪费与社会的不公。张说深刻洞察到，财富的积累并非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努力，它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尤其是天道的运作。天道所推动的财富流动并不单纯是物质上的交换，它也有着精神层面的含义。财富流动的背后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反映，是社会善恶有报、因果报应的具象表现。张说认为，天道中的无为而治与顺应自然的原则，也应当应用到财富的流动中。财富并非一味的追求与争夺，而是需要在天道的引导下，与个人的品德和行为相匹配。天道所赋予的财富，必定会流向那些道德高尚、心地善良、有责任心的人，而非那些单纯为财富而活、贪婪无度的人。这也意味着，追求财富的过程不应当偏离内心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唯有通过正直的方式获得财富，才能获得长久的繁荣和满足。在张说看来，财富的流动还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天道不仅仅是某一时刻的法则，而是贯穿始终的普遍规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财富的流动与积累方式会有所不同，但始终会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存在，那就是财富的流动必须顺应天道，符合社会的伦理与道德。如果一味地追求短期的利益，违背天道的法则，那么财富可能会在短期内积累，但终将面临巨大的危机与衰退。而那些顺应天道、合理使用财富的人，才能在动荡与变革中保持稳定，并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获得真正的富裕。此外，张说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观点：财富的流动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的交换，它还与人类的精神和智慧密切相关。财富的获得与失去，往往也与人的智慧、决策和时机紧密相连。就如同自然界中的万物生长需要合适的气候与土壤，财富的积累和流动也需要适当的时机和条件。天道的运作并非简单的物质法则，而是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个人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体现。从这一角度来看，财富的流动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物质现象，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与智慧的体现。那些能够正确理解天道法则，并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恪守道德和责任的人，最终会被天道所眷顾，财富也会在他们的生活中自由流动，带来持久的福祉。而那些违背天道、追求个人私利而不顾社会公益的人，则会发现财富的流动最终会抛弃他们，带来灾难与困境。天道与财富的流动也提醒人们不要仅仅看到财富的表面。在现代社会，财富常常被视为成功与幸福的象征，但张说提醒人们，财富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积累，更在于它的流动、使用与分配。当财富在社会中得以公正流通时，它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繁荣，推动人的道德与智慧进步。然而，当财富流动不当、积累不公时，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甚至动荡不安。因此，张说提倡一种天道观的财富观念，即财富的积累与使用应当顺应天道的规律，
符合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只有这样，财富才能真正带来福祉，而非毁灭。财富并非人生的最终目的，而是一个工具，一个承载人与人之间关系、个人德行与智慧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金钱的流动与积累是天道的反应，是人类道德、智慧和责任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物质交换。通过这种思考，张说的用钱哲学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提醒人们在财富流动中，既要顺应天道，坚持道德，又要保持理智与智慧，不为一时的财富积累而迷失自我，而应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财富的流动和使用。在张说的哲学思想中，天道与财富的流动不仅仅是对古代社会的思考，也为现代社会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深刻的反思。随着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社会中的财富积累与流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逐渐忽视了金钱本身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和道德责任，而更为关注短期的利益和个人的财富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张说的哲学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必要的警示与思考。首先，现代社会对财富的定义和追求往往偏向于物质主义，金钱和财富似乎成为了评价个人成功与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财富的积累被视为社会进步和个人努力的直接体现。然而，这种单一的财富观念却容易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愈发突出，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下降。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财富的流动性受限，更多的是在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循环，而不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通。张说的哲学提醒我们，财富的流动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更是人类道德与智慧的体现。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人们单纯地追求个人财富的积累，而忽视了社会责任与道德，财富就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成为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赢者通吃现象，往往导致少数大资本者垄断了财富和资源，而广大民众却在贫困中挣扎，社会的矛盾加剧。这种财富的不均衡流动违背了天道的基本原则，最终可能带来社会的动荡与不安。然而，现代社会的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张说的用钱哲学提供了一个回归本源的途径。财富应当服务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整体进步，而不是成为自私欲望的工具。在个人层面，张说提倡通过自我修养和道德升华来获得财富，强调财富的获得要顺应天道，符合道德规范，不能通过投机取巧或损害他人利益来积累。只有当个人的财富积累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相结合，才能实现财富流动的良性循环。在社会层面，张说的哲学也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视角。现代社会的财富流动应该更加注重公正与平衡，
避免财富过度集中。通过有效的财富再分配机制，确保资源能够流向需要帮助的群体，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张说的用钱哲学并不是倡导完全的财富平等，而是强调财富的流动应当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避免贫富差距的拉大。财富流动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地考虑到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的快速流通，也使得财富的积累与流动更加复杂与多元。尤其是在金融资本的运作中，许多资本操作已经远离了实体经济，进入了虚拟的金融世界。这种金融资本的操作往往与实际的生产和生活脱节，形成了脱实向虚的现象，导致资本泡沫的膨胀与崩溃。在这种背景下，张说的哲学更加值得我们深思。财富的流动必须与实际生产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避免过度投机与虚假繁荣。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创造价值和社会贡献，才能实现财富的真正流动与积累，而不是依赖于虚拟资本的炒作和金融工具的运作。此外，现代社会中关于财富的教育和思维方式也需要深刻反思。传统的经济学教育更多地强调如何积累财富，如何最大化利润，而很少涉及财富背后的道德与社会责任。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很多人将财富视为唯一的成功标准，而忽视了人类作为社会个体的责任与义务。张说的用钱哲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财富不应当仅仅是个人的目标，更是社会发展的工具。个人的财富积累应该与社会的进步、道德的提升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与和谐。现代社会的物质追求和精神空虚之间的矛盾，也在张说的哲学中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回应。财富的流动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它还应该是精神和文化的传递。金钱不应当成为人类的终极追求，而应当是推动社会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手段。张说提醒我们，财富的使用必须符合天道的原则，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只有这样，财富才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与繁荣。张说的用钱哲学为现代社会的财富观和经济行为提供了深刻的反思。他提醒我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应当忽视道德和社会责任，财富的流动应当顺应天道，符合社会的公正与平衡。只有通过正当的财富积累与合理的财富分配，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现代社会面临的财富问题，正是对张说哲学的一种回应，也是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在反思金钱与财富的哲学之际，我们逐渐发现，财富的真正意义并非单纯的积累与拥有，而是其在社会与个人生活中的作用与价值。金钱作为一种工具，能够为人们提供物质上的安全与保障，但它绝不能成为衡量人生意义的唯一标准。
张说的用钱哲学深刻地启示我们，财富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如何与人的精神追求、社会责任以及道德实践相结合。只有当财富的使用与道德相辅相成时，它才能真正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力量。张说强调，财富的积累应当顺应天道，也就是自然法则和道德规范。财富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人如何使用它。在现代社会，财富往往被视为成功与幸福的象征，然而这也导致了人们对金钱的过度依赖与误读。当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时，个人和社会可能陷入一系列的误区，为了追求财富不择手段，忽视了人性中的善与道德。财富的拥有者往往成为不公正现象的制造者，而财富的缺乏者则可能被社会遗弃。因此，财富的流动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它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现，也是社会公正与人类共同体责任的反映。现代社会的财富观尽管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但也暴露出许多深刻的矛盾与问题。财富的积累往往与道德脱节，资本的集中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屡见不鲜。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禁要思考，财富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它是否应当仅仅作为物质的象征，还是应当承载更深层次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价值？张说的思想提醒我们，财富并不是目的，它仅仅是手段。财富的真正意义应当体现在它如何促进人类的福祉与社会的和谐。财富的流动不能只是在个人层面上追求短期的享乐和物质的富足，而应当更多地考虑如何服务于公共利益和社会长远的发展。只有当个人的财富积累与社会的共同利益相统一，财富才能获得真正的价值，它才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福祉与幸福，而不是成为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工具。在个人层面上，财富的意义应当体现在如何通过道德与智慧的运用，促进个人成长与社会贡献。正如张说所言，财富的获得应当顺应天道，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个人的财富积累不仅是物质的满足，更是精神与道德的升华。通过追求正当财富，贡献社会，个人才能真正体验到财富所带来的满足感与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并不是单纯来自于财富本身的多少，而是来自于通过财富创造的社会价值与他人幸福。对于社会而言，财富的意义则在于其如何在公平与公正的基础上流动与分配。财富的集中往往导致社会的分裂与不安，而财富的合理流动则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当财富不仅仅是少数人手中的特权，而是能够通过合理的机制和渠道，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时，社会的整体幸福感与安全感也会随之增强。
在这一过程中，财富的流动不应仅仅看作是物质的交换，更应当是社会关系与责任的体现。因此，财富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如何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张说的哲学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提醒我们财富应该与道德、责任和社会贡献紧密结合，不能单纯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财富的流动应该是一个有序且公正的过程，使得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努力获得回报，同时也要为社会的进步与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金钱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固然重要，但它最终的意义应当是助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成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归根结底，财富不应当成为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应当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促进共同幸福的手段。当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财富的流动与积累时，才会发现，财富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金钱的多少，而在于它如何在更大的社会体系中发挥作用。张说的思想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财富的本质，让我们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不忘自身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使命。只有这样，财富才能真正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某一部分人的享乐工具。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